哪個模組或者連接片沒有裝好，模組換了，就模組電壓不夠了，聽懂沒？還是電池包問題啊！我給大家接一下，好不好？來，讓南老師給大家外掛一下，把這個電池包枢紐讀一下，驗證一下這個采樣線，好了嗎？好，咱們來看一下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啊，咱们接下來看的一個電壓，來看一下，往這兒看，這個時候咱們會發現，這塊呢有一個什麼呢？總壓，看到沒有？這塊有個總壓，顯示總壓340伏的一個總壓，對還不對？顯示340，那總壓340伏有沒有毛病？沒毛病，對不對？沒毛病，沒毛病之後咱們繼續往下看啊，是不是沒毛病？尾翼開關都沒插，看到沒有？尾翼開關是沒插，沒插為什麼有340伏呢？沒插為什麼有340伏呢？問一下大家，沒插為什麼有340伏呢？你把那幾個電腦拔一下，那個重板，對，那個对，大家看到沒有？現在看到沒有？你看到沒有？往這兒看，0伏看到沒有？採樣有兩種方式採樣。總壓採樣兩種方式採樣，剛才忘了没给大家說啊，知道嗎？來，再插上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把它拔掉，你把它拔掉。注意看着，它這個車的採樣呢，注意看着啊，它這個車的採樣，你注意看着，它這個車的採樣呢是靠的是什麼東西？它是採樣採集什麼呢？這個是咱們的採樣線，看到沒有？這個是咱們的採樣線，它採集單獨的模組多少伏，然後送給咱們的重板，重板來計算這是多少伏，大家能不能理解？是重板，比如說我這些電池上面都有，我這些模組上面都有採樣線，就是採集這個電壓，採集這個模組的電壓，它把採集這個模組電壓送給咱們這個重板，然後重板呢，來把這些模組經過計算出一個電壓，送給咱們的 BMS， 大家聽明白了沒有？所以說，如果你的採樣線有問題，它的採樣，記住有兩種方式採樣，一種是靠着重板來採集總壓，一種是靠的是採樣線來採集總压，明白了沒有？而這款車呢，正好是老師，你看到沒有？咱往這看啊，我現在把這個重板，這是。也就是說，我每一塊電池我都有採集線，就採集你單體的電壓的。我把採集單電壓全部給你加起來，就是總壓了。所以咱們現在把這個重板插頭拔掉的話，它就沒有總壓了。咱们把這個插頭插上去啊，插頭插上去，你看到沒有？插頭插上去340伏的總壓，對還不對？然後我把尾翼開關拔掉，尾翼開關拔掉，拔掉之後呢，340伏總壓還在，看到沒有？340伏總壓還在，但是這個時候我要是把重板的插頭拔掉，採集線我拔一個採集線，我在這拔一個採集線，我在這拔一個採集線，電壓呢你看到沒有？我再拔一個啊，電壓往下掉了，你看到沒有？再拔一個，你看到沒有？你們看到0伏看到沒有？有沒有看到？是不是0伏？是不是0伏？告訴我。我拔掉，鏡頭過來，鏡頭過來，我拔掉一個採集線，看到沒有？我拔掉一個採集線，我拔掉一個採集線，你看到沒有？我一拔掉一個採集線，看到沒有？我拔掉一個採集線，也就是說，如果我採集線或者什麼呢？我拔掉一個這個插頭，我拔掉一個重板的一個插頭，0伏，我拔掉重板的插頭是不是0伏？所以說這種方式呢，它是幹嘛呢？重板採集總壓，車型設計不同，知道嗎？這個車的一個設計是靠重板來採集總壓的。如果你沒總壓的話，有可能是重板或者電池包的模組採樣線有毛病了，聽到了沒有？導致沒有總壓。有沒有聽懂？有沒有聽懂？這輛車它是靠重板來採集的，它不是靠咱們那塊採樣線。知道嗎？它分兩種採樣，記住分兩種，知道嗎？特斯拉呀，其他車輛設計不同，基本上分為兩種。電池包內部總壓採集分成兩種，一種是模組採樣採集總壓，一種
是直接採集總正總負，直接採集總正總負，直接採集總正總負，明白嗎？两種採樣，有沒有聽到？听到了沒有？有沒有聽到？所以說這兩根線呢，這兩根線也是咱們的採集線。那這兩根線呢，注意聽着，我把這兩根線再給大家再聊一下。来，畫板拿過来。這個時候呢，注意看着，這個時候往這兒看啊，這個時候往這兒看。咱們這個幹嘛呢？從這個主正內部採樣給 BMS， 主負內部採樣。然後呢，大家注意聽着，這是電池包內部總壓，然後呢，這是電池包外部總壓，是了还不是？是不是電池包外部總壓？同學們，這根線和這根線是內部總壓，這個继電器如果一吸合，它是不是就知道你電池包外部有沒有总压了？总压出去了没有？是还是不是？那這個時候它不僅可以知道你外部你出去的高壓電有沒有出去，還可以知道继電器有沒有吸合。我說的對还不對？當你這個继電器，比如說我講的大家能不能聽明白？所以這個繼電器上面有幹嘛呢？有幾根線，有幾根線是這麼情況的，這是這麼個情況，這是外部，這是内部。我在這個位置拉一根線給 BMS， 這個位置拉一根線 BMS， 這是不是就知道内部總壓是多少？然後呢，继電器吸合之後呢，我在這塊再拉一根線，在这個位置再拉一根線，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外部继電器吸合之後外部總壓是多少？是不是？我內部總壓和外部總壓做一個對比，就可以知道继電器有沒有粘連，对不对？我現在採樣線，我現在讓继電器沒工作的話，我是350伏，外部的話是沒有電的，因為繼電器不吸合的話，正常情況下是沒有電的，0伏。如果裡面是350，外面是0伏，就證明繼電器沒吸合，是不是？它這個時候就可以報碼，主正或者主負繼電器未吸合，是不是？對还不對？啊，如果說是你這個繼電器粘連了，是不是這邊就有電壓了？這邊會出來個350，它幹嘛呢？它發現幹嘛呢？他發現底面是350，我讓你沒吸合，你怎麼還是350？告訴你主正繼電器粘連，聽懂了沒有？所以說這幾個採樣線有分3大功能，第一大功能是內部總壓夠不夠，內部總壓；第二，繼電器吸合之後外部總壓；第三，內部總壓和外部总压的電壓對比，就可以了解到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，有沒有粘連。我講的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明白啊？有沒有聽明白？有沒有聽明白？來看一下這個採樣線，注意看這塊，注意看這塊，這塊的一個繼電器，這是咱們的一個主正，對不对？這是咱們的一個主正。到後面這個採樣線還會再給大家講，11款電池包的採樣線都會講。最終咱們講完了11款，你再做總結，采樣線都有哪些採樣方式？你是不是採樣？關於高壓採樣、內部高壓採樣和外部高壓採樣，是不是就學得很牛逼了？講11款車，11款車學完了，市面上的很多電池包內部高壓怎麼形成的，繼電器怎麼工作的，包括什麼的採樣線怎麼採樣的，是不是更牛逼？你今天先把這個先學了，沒講到後面，咱們不說後面，聽清楚了沒有？也就是說，這個是咱們的一個繼電器內部採樣，內部的高壓採樣。這兩根，因為這兩根線是總正總負，對不對？內部总正总负，這邊呢是繼電器吸合後，是不是？這邊是繼電器吸合後，是不是？這邊呢還有一個，這邊啊，這邊是咱們的一個，注意看着，來，大家注意看着，這是总正继電器吧？这是主正继電器吧？內部這塊是不是有個採樣線？這是主正，對不對？這是主正。主正這根線，你看它到了這個繼電器，到了這個，這是預充電阻，這個是預充繼電器。這兩根線就不是这兩根線不是咱們的什麼呢？不是咱們那个繼電器的一個採樣線啊。這兩根線不是繼電器採樣線，因為它這兩根線連接了這個繼電器去了。
連接這個預充電阻去了，這叫預充電路。這两個不算，這两個不是啊，這兩個不是主正继电器的采样线。主正继电器的采样线在哪裡呢？從這兒走過來，你看到嗎？這塊有一個線，這根線是主正內部的高壓採樣。然後呢，這個繼電器過來之後呢，它這個位置是不是還有一根線？是不是這根線是不是就可以採集這個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？我講的能聽明白嗎？它這塊是稍稍的有點亂，知道嗎？因為你預充沒有學，你預充學了這塊就不亂了。听到沒有？也就是說，我要监控這個繼電器的話，不是這兩根線，這兩根線它是去了這個繼電器，這個什麼呢？這個預充電阻去了，明白嗎？這個不要看這塊，要看的是這一端是電池包內部的總压，電池包內部的模組連接的一個高壓正，明白嗎？然後呢，继電器吸合之後呢，這塊還有一根線，聽懂了沒有？這塊還有一根線，有沒有看到？這塊還有一根線，有沒有聽明白？有沒有听明白？我把它畫一下啊，有點懵。這個採樣線的話是會有點懵啊，這個採樣線的話是會有點懵，這很正常。我給大家畫一張圖，給大家再次了解一下啊。這採樣線咱們電池包要講好，要講11款車呢，它是這麼回事的。這是個继電器，对不對？這是個继電器，這是個继電器，這是個繼電器，它的排列順序、排列方式是這樣的，是吧？這是快充的，相當於在這塊，是不是？它是這樣的，這塊是這樣的，它是這麼回事，這是負，這是正，在這塊呢，有一個連接的螺絲，不在繼電器上面，繼電器上面連接了兩個螺絲，那個不是，這兩根線去了預充的電阻去了。去了電阻去了，所以說這兩個不是，明白了沒有？因為咱們今天没講預充，沒有講預充電阻，所以說這兩根線你不算。這塊有一個高壓的一個正極採樣線，這是主負，對不對？這一塊的一個高壓採集線嘛，去 BMS 嘛，這內部採集嘛 ，BMS。然後呢，那這個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？它這個什麼呢？採樣線，繼電器有沒有吸合的採樣線？它沒有放在這兒。它放到這兒了，它放到這兒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知道這個繼電器有沒有吸合了？因為繼電器吸合這邊就有電了嘛，是還不是？所以這個位置有個採樣線，快充繼電器這塊有個採樣線，然後這塊呢有個快充繼電器的採樣線，是不是？能聽懂嗎？如果說是現在這個繼電器吸合了，高压電過來，快充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？快充继電器要是吸合的話，這邊也會反饋一個高壓電。明白嗎？也就是說，如果說是你這個繼電器吸合，你继電器第一是總壓，第二你繼電器吸合，我這邊繼電器吸合的話，我這邊這第二步也會有個350。本來我源頭有個350，繼電器吸合之後呢，這塊有個350，是不是？如果快充繼電器吸合的話，也會有個350，它是不是就可以知道這個繼電器和這個繼電器都吸合了？能聽懂嗎？負极就好理解了，負极就两個繼電器，是不是？就两個繼電器，有沒有聽明白？我再重複一遍啊。所以說，你看這塊，看這塊，這是咱們的主正的繼電器，然後呢過來之後呢到這兒，這兩根線呢不是，這兩根線呢是咱們的預充繼電器和預充電阻的，知道嗎？它是預充電路，所以說这塊上两個螺絲不用去管它。到後面會專門有一堂課講預充，明白嗎？好了，這個不用去管它。然後呢，注意看着，那接下來呢，那就是這個繼電器有一個主正繼電器有一個採樣線了。那這個採樣線在哪裡？在這兒，看到沒有？我上到這個位置，明白嗎？這塊有一個，這塊有一個，是不是就可以知道這個繼電器有沒有吸合了？然後這塊和這塊這兩個可以知道快充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，明白了沒有？所以兩個繼電器它的採樣點一個點、兩個點、3個點，就可以知道這兩個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，有沒有聽懂？幹嘛呢？這根線和這根線來判斷它有沒有吸合，這根線和這根線來判斷它有沒有吸合，啊，有沒有明白？听到沒有？然後呢，這兩根線呢，那就是檢測主負有沒有吸合，對不對？啊，
而这根線和這根線這兩根線搭配，就可以知道什麼呢？電池包總壓是多少？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明白？估計稍稍的，估計是不是聽了一點，是不是有點不太明白？啊，是我講的複雜了還是怎麼回事？我再重複一遍吧啊，再重複一遍，好吧？再重複一遍，這樣吧，總共有幾根線？咱們先數一下幾根線，一根線，兩根線，三根線，四根線，五根線，總共5根線嘛。5根線，這2根線不算啊，這2根線不算，這2根線的話是咱們那個預充的，因為預充電路沒跟你講，是預充的。它是幹嘛呢？是總共有5根線嘛。這兒一根線，這兒一根線，是不是？這 BMS， 這是主負的，是不是？我從這兒採集一個線，哎呀，我還是畫一下吧，我畫一下啊，畫一下這個圖吧。這是咱們的這是咱们的一個線啊，這樣吧啊，按照原來的圖畫啊，這邊的話是咱們的一個。這邊的話是咱們這個主負啊，主負內部的啊，然後呢這邊呢是去外面的，是吧？然後呢這邊呢有一個繼電器，是這樣的，是不是？這是主正，沒問題吧？也就是說現在的話，一個主負一個主正，我現在要知道內部高壓的話，我從這兒拉一根線，拉給 BMS。是不是？然後的話，這邊的話是主正，我拉一根線，這樣的話是不是內部高壓、主正、主負和主正都去了 BMS？ 這個時候我知道了，你電池包內部350伏，對不對？340伏，是不是沒問題吧？這樣的話知道了，這是2根線走掉了，是不是？然後呢，你這個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？我在這兒再拉一個採樣線，是不是？我在這兒再拉一個採樣線，它這個採樣線在這兒上着，是不是？我在這兒再拉一個採樣線，這個呢，這個採樣線是主負吸合之後的採樣線，這個吸合之後呢是主正吸合之後的採樣線，明白了沒有？這去了4根線，是不是？那也就是說，能聽懂嗎？然後呢，在快充這個位置呢，又拉了一個採樣線，5根採樣線。啊，我不知道你們聽懂了沒有？這塊聽懂了沒有？咱們先把這個正極先拿走，哎呀，這個格局，這是繼電器，這2個繼電器，是不是？這是內部電池包總壓，對不對？這是電池包內部，這是一負，這是一正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我在正极這塊呢，繼電器沒吸合之前拉一根線。是不是就知道電池包內部總壓了 ？BMS， 是不是？然後呢，你繼電器吸合之後呢，我再給繼電器吸合之後再拉一根線，是不是？第一，它可以用這種方式可以知道什麼呢？第一，它可以用這種方式可以知道咱們的電池包內部總壓多少。第二，繼電器吸合之後呢，繼電器送出去的總壓是多少？是不是？明白了嗎？啊，然後呢，第三，這2根線可以對比電壓。來知道繼電器有沒有吸合，知道嗎？繼電器是不是粘連了？明白了沒有？聽懂了沒有？內部總壓、外部總壓，然後兩者的電壓對比，就可以知道電池包有沒有吸合，這個繼電器有沒有粘連，有沒有吸合？聽懂了嗎？然後呢，這邊呢還有一個什麼呢？快充繼電器的採樣，它多了個快充。那你快充有沒有吸合呢？是不是？它這個採樣線我不放這兒。這採樣線我放到這兒了，我這個高壓電吸合不是有高壓電嗎？我把這個採樣線放到這兒，放到這兒和放到這兒是不是一樣的？對不對嗎？如果說你內部吸合，這是快充的，然後在快充這個位置再拉一根線，是不是？再送上去，是不是？這個時候快充有沒有吸合？這個點和這個點要進行一個對比，能明白嗎？因為你這個繼電器吸合了。這裡面是350嘛，對不對？吸合了過來，這個採樣線也是350。如果快充繼電器吸合了，那快充這個繼電器也變，這個採樣線也變成350了，是不是？他就知道這個繼電器吸合，這個繼電器吸合了，明白了嗎？
有没有听懂？現在明白了沒有？現在有沒有明白？現在明白了沒有？所以說上面這些線都是監控繼電器採集內部總壓和外部總壓，包括繼電器有沒有吸合的一個採集線。這些線主要的作用就是監測內部總壓和外部總壓，包括繼電器有沒有吸合粘連，做一個繼電器的一個監控。聽到沒有？沒有什麼其他複雜的，多講幾遍就順了。講一遍聽不明白，講2遍，2遍聽不明白，講3遍，3遍聽不明白，講4遍，還聽不明白。就是主要的作用就是監控內部總壓和外部總壓，包含了繼電器有沒有粘連吸合，是不是正常工作？聽懂了嗎？有沒有紙？拿點紙，拿點紙。聽懂了沒有？聽懂了是不是？啊？数流呢？把数流拿过來。啊，终于明白了是吧？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其他数据流。你把那个单体数流搞过来，你给他们，你给他们说一下。来，接下来打上单体数据流。来，单体数据流从1號、2號，單體怎麼數的？所以我可他媽考一下。来，我看一下。擦一下鼻。這個的話是。慢。整包的數據這個單體電壓。看呀，它可以讀啊，單獨的 BMS 裡面也可以讀，或者說我們在模組數據裡面可以讀到整包的一個數據。然後整包數據以後，你看呀，在上面這個位置它有顯示電池包總壓多少，然後呢，最高電壓、最低電壓，還有它的一個壓差，是吧？電壓1、電壓2、電壓3，像這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這個指的就是我們這個電池包裡面的一個單體，就這個一小節一小節這個單體的一個電壓。那像這個單體怎麼數？比如說，你看它這個位置，最高是21號 3.7， 最低是18號 3.35。像這個單體電壓數的話，也是這樣，從負極開始啊。比如說第一號的話，